Hello， 同学们好，这一节课呢，我们一起来把这幅作品呢剩下的地方完成，主要是想跟大家讲讲这个构图和叶子的画法啊。不过前面这个花头呢，我们前面视频已经做了多次，已经画过啊。那我们现在就从上面这个花头开始，上面这个花头我们画一个红色的花头啊。首先呢，来调一点底色，这个底色就是通常我们用到的这个三青，这个三绿加这个清水搅匀，调一个底色。然后这个底色呢，我们想要这个花头颜色有一点偏紫一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蒙紫色进去，因为红色的花头单独画这个纯色呢，色彩太单调了，我们可以加其他的颜色。只要你在调白粉水的时候呢，这个颜色不要底色不要调的太浓太厚实，少调一点点，就是白粉水带一点点，那我们就节省了很多时间。在我们调色的时候呢，想要偏什么颜色，然后这个底色里面就有我们画个红色，所以呢当我们画浅色的时候，这个花的花瓣里面会透一点点这个紫色出来，那这样的花头呢画的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一般如果不在白粉水里添加，我们可以单独调色的时候笔尖上直接调，那只会增加更多的时间，所以用这个方法去调也是很好的啊。大家可以如果你不需要这个紫色，你只想这个红色就偏红，不想偏紫，那你也可以不用调这个底色啊。那我们这个红呢，用的是这个牡丹红啊。牡丹的红颜色呢深一点，所以我们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少调一点，让这个颜色有一个过渡的层次变化。调的时候笔呢左右的转动啊，然后笔尖呢加一点点的胭脂就可以。然后上面这个条幅上面这一朵花的位置呢记住哈，不要跟下面两朵花是呈垂直状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花心不能对花心，你可以偏一点点啊，不要正垂直着。那我们现在画出来这个颜色就非常漂亮啊。画的时候还是根据基础课程来，就是这个花苞的包法，然后对前部分呢就是画这个花苞啊，花苞画完了然后再扩大就变成花头了。你看这个呢，你就给它画成一个圆哈，左边的往右包，右边的往左包。运笔的时候侧边哈，要记住这个瓣是在透视的效果看上去呢它是窄的，所以我们左右两边的侧瓣呢尽量画的侧一点点啊，让透视效果看上去比较舒服啊。你要想这个花头花瓣呢层次多一些呢，你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切瓣，可以侧边多切几层啊，切1层2层3层4层都可以。然后颜色不足的时候要及时去补充啊。当我们画画的过程中呢，总是会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来呢？有时候是调色不均匀，效果不太好，所以每一次都得基本上画1、2笔都得调啊，我也不例外。你看这个地方呢层次就比较细一点啊，该细的地方要细，这个瓣呢不仅要细，而且这个层次在透视的效果来看近大远小，所以你看我画后面这个瓣的时候我就开始收了，这个瓣开始变小，花头也是透视效果开始慢慢变小，这样看起来这个花头才不会别扭啊。如果你不注意这个透视的效果，就画出来看花是挺好看的，但是别人看起来总是觉得哪个地方别扭，那问题就是这个透视效果没有把控好。那这个花头我们其实你看就一个牡丹红和一个这个胭脂色两个色，其实你看起来是两个色对吧？但是我们这个白粉水里面有色，所以你在这个时候画起来，你看我们画这个亮的地方呢，红里又有点偏紫，其实就搭配了3个颜色了。一般根据色阶前面给大家讲过哈，根据这个色阶来，一般最好一个花头有3个颜色，由浅过渡然后到深，
这样过渡好了，你这个花头花瓣，哎，才会漂亮啊。你看这个地方你就要注意哦。我们这个呢，继续啊，加一点颜色，加一点颜色啊，加一点牡丹红，加一点牡丹红，多调一点，多调一点啊。现在呢，画正瓣了啊，画正瓣啊。好，里面啊，你看，切啊，好，切小正瓣喽。这个笔尖要尖尖的啊，笔尖不够尖，直接扔掉啊，不尖这没法切不出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再来一笔。好，再来外面的啊，一定要笔尖要尖哈。然后呢，加干了之后加水啊。你们看看我画了那么久，我的水干不干净？蘸一下，噌，立刻拿起来啊。然后你再调颜色。然后你看，你这个瓣要大，往外走啊，往外走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这个颜色太漂亮了，家人们。这个纸吸水，现在你就知道了啊。你看，吸的特别好，颜色鲜艳。好，后面再加大瓣，一层一层的切啊。笔尖不够了，补胭脂，补胭脂啊。好，你看这细节的地方呢，回来再处理啊。先画大的，然后这个地方你再包一层。你这个地方你可以从哪里包呢？从这里，这里画一个，再补一笔，一笔不够。好，这里再来一笔小的，这一笔大给糊过来，笔尖不够颜色，再加啊，再加，一定要有点节奏啊！像画这个地方呢，画的时候很过瘾的。好，再来一个。那这个地方你看，这个造型很漂亮，糊上一笔啊，糊上一笔。看，糊上一笔就像那一个外瓣，这就是一个外瓣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地方，你再还可以来糊上一笔，是不是？糊完了之后呢，笔尖加胭脂色啊，然后你再画一下它的正瓣。这个正瓣即使很小，也得有。好，加色，这个地方加重了啊，正瓣。好，慢慢切出来，笔尖要尖啊，笔尖一定要尖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你要让它散开，这个地方是大包菜，包紧一点，这个地方就是盘子喽，盘子你就不要再包了，把它盛开啊。盛开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加点环境色，加什么呢？加三青啊，加点三青，我直接调白水加三青，调到笔肚儿，蹭一下就行了啊，一定要去蹭一蹭。哎呀妈呀，就这么蹭吧，多多益善。好，蹭这么多够了啊。你看有点干，怎么办？清水上啊，加点清水，左右来回的打几个滚儿，然后再去调牡丹红。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画，把色调对啊。好，继续调，上面有一层淡淡的三青色，
然后三青色呢和牡丹红进行调和，牡丹红调1/2的地方。你看现在水分老多，没关系啊，因为这是画大半，大半水分要多一点，因为你要画就吃色吃的比较多。此时此刻呢，往外走啊，往外走，你不知道走多少，你怎么办呢？框一个圆，比如说我这里啊，我要再画一个正半。好，这就是个正半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再来一个正半，笔尖颜色要深。你看这个层次马上就分出来了。你说你平时着啥急呢？3两笔搞出来，你看再来一笔，在它后面啊。好，你看这个形儿不好看，对吧？形儿不好看怎么办？补呀，少几笔纹理出来。好，再来一笔。好，这边呢，这边你下面再来，先要刻画形体大形啊。这一朵呢不宜太大，因为下面有主的，这个属于次的，所以顶多再补一笔 OK 了啊。好，在这里补。好，这要先确定大形了啊，里面的儿女那个小细节先不要管。好，现在空白，你再回去补它。你补呢，从右往左补，顺手一点。好，细节地方回来再去填充。好，所以画这个呢，色彩关系很重要啊。如果你不懂色彩关系，你这画基本上都是白画。这个冷色调后面有环境色在里面，调了3青色啊。然后下面看看，根据需要，你可以补一个反半。好，这也可以补一点点。好，基本上呢，刻画完毕。然后画心的地方，我们再填补一下，看看哪里需要。你看这样就很漂亮了。然后这个地方需要再补一笔。好，这里可以往这里来。好，这就相当于里面有一层小斑。好，中间呢不要白粉，调这个胭脂色，去切，全部切成这个胭脂色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啊，水分不要大啊。我们这个纸已经非常好了，用的这个纸的同学再用不好再说水分大，那全是不用心的啊。你看这个纸，我这个地方刚才画这2米水分老大了，你们看有阴了吗？根本就没有阴，所以这个纸非常好，颜色艳丽。那这个样子就可以 OK 了啊，这个就很好看了。然后你不要再加了，再加太大了。然后你看这个枝干从这里往下一拐，之前我打算往这儿拐，看来不好看，然后只能这样往边上拐，这样拐。那这个地方好像在头上，怎样避免呢？等会儿这个地方加点叶子，把它盖掉，然后枝干从叶子后边穿插，这样才叫好看。那这个呢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还需不需要加花或者花苞啊？你们看一下，觉得加的同学打个加，不加打不加。这个纸呢是100乘50的啊，不是100乘34的啊。那这是三个花，从下往上，出枝啊。
花苞不一定可以加，因为根据构图来不好看，咱就放弃。你看现在这个颜色就特别漂亮，有没有发现，家人们？就是这个画里面，你要衬托的好看，就看这个纸好不好。这里面这个纸渲染出来有这个水彩的感觉，所以我就说它比一般的纸要好一点，就是好在这个地方啊。一般纸画上去它颜色是干枯的，这个纸画上去颜色是透亮的。怎么安排啊？你看从这里上去，再上去，对吧？一个老枝可以上去往上走，这样就整个构图就好看了。当然这个构图还有一种画法，你从下方出枝，不要从左边，从下方我们考虑一下啊，从下方考虑啊。如果从这里呢，就是正好一个 S 型，看我手指的方向啊，从左往右，好，再转，再往下，枝干就在右下方，对吧？从右下方出枝上来也是可以的，也是从构图上看是个什么形？如果从右下方出枝，它就是 S 型啊 ，S 型。所以如果从左边出枝比较好，左边出枝它画叶子空间比较大。我们看，如果从下方出枝，空间会怎么样啊？空间会怎么样？如果从下面啊，从下面也可以。好，从这里下来，一个枝干往上，再一个枝干往上，也是可以的。从下方也可以，从右边往上，再一个往上，再有一枝往上，也是可以的。两种画法都可以，但是哪一种更好呢？这个需要再想一下啊，需要再想一下。你们说，我们是从下面出枝还是从左边出枝？好，我们画叶子啊，画叶子。我们先把它放一边，先调个颜色啊。我们可以用这个画叶子啊，这个画叶子。我们先调个叶子的颜色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是用绿色还是用墨色啊？你们说墨色好还是绿色好？墨色、绿色。我们用个头绿，用个太青蓝吧。墨色好看吗？我们用个太青蓝吧。太青蓝加藤黄。再加一点三青。太青蓝、三青，来这三个颜色啊，这三个颜色。好，我们加清水啊，加点清水进来。好，加清水。然后用我们画叶子的笔去搅啊，用我们画叶子的笔去搅一下。这个颜色呢，偏绿又偏蓝。好，再继续搅啊。好，蓝的偏多，说明什么？再加点青色进去。所以你们这几个颜色可以多买啊，多买。我们让它偏青蓝色。
里面再加墨啊，这个颜色太蓝了，不行的，必须要加点墨进来。笔尖填点墨啊。好，这样颜色就可以了。把它搅均匀。好，刮一刮。要拿个废纸啊，要拿一个废纸试一下色啊。好，然后笔尖呢，笔尖加点墨啊，试一下啊，试一下颜色怎么样？颜色是这样的个颜色啊。如果你想这个颜色偏点绿，里面加藤黄就可以啊。我们要再试一下，多试几个啊。好，画出来就是这个颜色，可以了啊。淡淡的调一下，然后笔尖加墨啊。我们现在来画叶子啊，画叶子。好，好，叶子呢，枝干往这儿走，叶子往这边走。颜色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颜色啊。先画一叉啊。这个枝让它下垂哈，下垂。好。后面一组叶子虚一点啊。然后呢，往上走，往上走。上面加一组叶子。小心边缘线哦。画叶子要一气呵成的哈，要速度要快一点。如果你基础薄弱啊，你可以跟着老师的课程走啊，因为我们课程有很多基础的关于叶子的讲解。所以叶子是一个难点，我们不要企图在直播间看一眼就学得会的，学不会的。当你一画，直接傻眼了。后面呢，我们继续啊，后面的叶子更淡一点点，稍微比前面淡一点点，但是你始终要搞明白它的叶子，它的枝干。后面叶子稍微淡一点点。
你看这个纸吸收的特别好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跟你们说吧，买纸就要买这样的啊，瞬间吸收。往下走，再往上啊。你可以先把它，这个叶子干嘛用？叶子不要画重了啊，叶子主要作用是衬托这个花头的。所以呢，要么就让花头漂亮，要么它就不复存在。叶无从笔啊，记住。好，你这个可以把它挡住。上面呢，上面肯定不是小花苞了，所以想要画那种叶子的，还是散了吧。那你要看前后关系啊，前后关系。好，枝干往这儿啊。上面的叶子稍微淡一点啊，淡一点点。怎么样淡呢？笔洗一洗啊，稍微洗一下。往上走，往上走啊！现在画枝干，画这个叶子，嫩叶子的颜色啊，嫩叶子，嫩叶子你就那个整一个盘子啊，嫩叶子虽然没有嫩叶子啊，我们用3绿啊，加点3绿，3绿加什么呢？加藤黄哈，3绿加藤黄，然后还要加一点珠标啊，3绿加点珠标，3绿加珠标，然后还要加一点胭脂啊，加胭脂。现在画这个花茎啊，花茎叶茎啊，花茎叶茎，花茎叶茎。先调芝绿色，调给芝绿，3绿加藤黄调成芝绿，再调珠标。然后呢，然后要试一下，水不能太大了呀。你看，水大了怎么办？吸呀，拿笔吸一下啊，拿个废纸，再回来调。笔尖呢，调点这个胭脂色啊。然后你就要慎重喽。这个枝干从这往这走，好，嫩枝干、老枝干多少，各占多少。好，这一支上去，但是你看直着上去有点傻，斜一点，先不管，中锋优笔啊。OK， 一笔完成了啊，一笔完成。然后这些呢，嫩枝干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。现在还不能着急啊，现在老枝干。现在看看老枝干，看看老枝干啊。这个画还没有画完，我们现在看看老枝干啊。先不要着急啊，先不急。我们用墨来画老枝干啊，先给它安排一下，因为你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画齐了，你的枝干穿插，万一不好看呢。所以你的叶子你要干啥？你要出枝啊，不要围一圈糗着又不开大会，糗着干嘛？糗不要糗啊。好。你们也可以用我们这个提斗笔啊，我又犯懒了，
懒得洗笔，我就要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下面要顿笔啊，多顿一下。好，继续加墨啊，继续加点墨。然后这一笔呢，你可以。墨还是终究调少了啊，调少了它有那个叶子的那个颜色。好，啊这一根呢，这根你看直着上来有点傻，你糊一下过来，糊一下过来啊。下面再来一根。这样埋一下伏笔啊，顿笔，这是老枝干，多顿一下啊，多顿笔。然后这一支呢，拐上去了啊，后面那支。这一支呢，我们不要从这里拐，我们从这里拐上去了。笔尖加点墨啊。这根是往上走的，它的枝干从这过来，它的枝干从这拐上去，它也有可能从这里出一个枝过来。好，这个笔尖加点墨。这要继续往上走啊，往上走，你这从头顶上有点傻，你可以往边上侧一下。后面的墨呢要淡一点，所以呢，还是要试一下啊，试一下。这个笔呢可以稀释一下啊，多余的水分呢，这个蹭干再画。好。从这一个枝干过来，上，好，你可以往这儿来一个小嫩枝啊，随便，然后接着往上走，嫩枝干上场，枝绿珠标胭脂啊，然后你看，根据它的趋势，从花心连接。从这里下来，中锋运笔，保持粗细不变啊。看得见的地方带上，看不见的拉倒。然后这个呢，加点这个芽苞啊。好。你可以加一点它的花萼、花托，然后我们再画上它的叶茎啊。刚才画的都是花茎啊，现在画叶茎。三绿桥藤黄，笔尖再调珠标，最后再调胭脂。你看这个水分如果大，水分大一定要刮，这个保持滋润，但是水分不要太大，太大你画的时候呢，会水分大直接毁。你看这个纸呢，画出来它就是比较新鲜透亮啊。这一份好的纸啊，可遇不可求。你们以后要买就买这种，你们都把它收藏一下啊，或者给它囤一点就行。你看这个效果，不是一般的纸能比的。水彩纸都没有这个效果，水彩纸要水很大，这个水还不用很大。好，
这个你看它的枝干可能是从这里，所以呢，你的画的时候要记着啊。好，接着往上，像有些地方叶柄根据这个枝干来啊，接着往上走。刚才我为什么不跟你们说话呢？因为细节，我要跟你说话，我就打岔了，就分心了，然后就接不上，所以该连贯的时候要连贯啊。好，从这里往这里来，你看这个是在后，那你这个枝呢可以一笔带过来。如果它是在前，那你画的这个地方要断开啊，一定要断一下。好，再往上拉啊，一会儿再回复你们问题啊。我们先把这个紧要的东西处理了啊。其实这些课程里面都有讲哈，家人们，你们一定要仔细去看啊。我那个课程真的做的是呕心沥血的，都是给大家讲这种原因呐，都会给大家讲怎么样去画。这个往这边来啊，我们让它在后边嘛。后面也有可能有，然后这些有些地方呢，空隙啊，先不要着急，留到后面根据需要加一些淡叶子。然后现在把叶筋一勾啊，勾叶筋呢，直接用个勾线笔吧，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套装里面的啊。套装里面有一支长一点的笔，你们很多同学买了这个笔不知道怎么用，你可以看过来啊。这一支呢，既可以写字，也可以画这个叶筋用啊，就是这个长的。我们从这里开始勾啊，这个笔质量很好，特别顺啊。好，再来一笔。根据叶片的趋势来勾啊，它是正的咱勾正的，它是反的咱勾反的。好，用笔要迅速啊，快，要一气呵成，流畅。颜色呢要稳啊，运笔要肯定，流畅。好，再来。有时候你这个叶筋勾到叶子外边不要紧啊。好，再把后面的勾，先勾中间的，中间呢可以往左偏，也可以往右偏啊。好，再画这边啊。继续来一笔。再把上面来画画，就是要这样啊，要有一点执着，有一点追求啊，别画两下喝口水晃了2圈，那你的注意力全被分散了啊。
集中注意力，集中火力去攻啊，哪里不行攻哪里，家人们。要用心画都能画得好。你像这些叶筋就是个陪衬的，杀杀杀。大的差不多搞定了，小细节一会儿再收拾。这个还需要加点淡叶子。你们看，像这个蓝叶子跟我们之前那个绿叶子比较起来，是不是也好看？就是那个绿叶子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。我们再加一层淡叶子啊，再加一层淡叶子。淡叶子呢，把笔洗一下啊，洗一下，洗笔的水啊，洗笔的水，洗笔的水。好，我们试一下啊，你看，像这些，不要用拿墨去堵啊，拿墨堵的不透气，淡叶子去堵比较透气啊。像这里我们就可以加一笔，密的地方让它更密一下啊。现在画到最后了，我们开始整理一下这个画面了。这个枝干呢，我们需要加一点这个小嫩芽、小芽苞，用这个汁率调这个胭脂就可以。然后这个老枝干呢，可以增加一下它的这个轮廓线，用勾线笔。在这个轮廓的时候呢，曲折的带一些啊，有一些地方呢，勾的时候呢，不用太直了，曲折，顿笔就可以啊。也飞白有一些地方呢，之前画的时候水分大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毛笔呢，慢慢的蹭一下，蹭出它这个飞白来，增加这个枝干的立体感。那这一步呢，水分不要太大就可以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画叶子的画勾叶筋的那一支笔来加就可以，用墨加，不要太深，也不要太湿，淡淡的，断断续续的，上面蹭一下，这个笔呢，蹭的有节奏感啊，增加一下这个立体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在上面点一些胎点，其他的都是照这个顺序来啊，就是曲折弯曲多一点，咱勾的线条呢，能曲折一点，断开可以断开，可以有轻重缓慢、粗细的区别。
后面的淡叶子也要勾一下叶筋啊，用这个淡墨去勾就可以，轻轻的勾一点点，带一下，这个是为了增加画面的层次感。我们勾一下，显得它就不会感觉是那么轻飘飘的啊。当这个密的中间呢，我们勾了这些淡叶子，也是要勾的啊，不要用墨去填充那些空白的，用淡叶子的颜色去填充就可以。通常填充就是为了使画面呢不至于太花太凌乱，主要作用就是增添这个画面的层次感。也有很多老师为了衬托这个花头，四个边呢全用黑墨去勾，这样勾出来画面不透气啊，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什么，在画叶子的时候多靠近一些，然后叶子颜色深一点，用叶子的深去衬托，而不是用这个墨去填充去衬托，这样不太灵活，显得画面有点呆板啊。画画呢要灵活运用吧，根据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原理啊去画，怎样好看怎样来啊。画画主要是国画，主要是抒情的，有感而发的。如果说画面给人的感觉是堵塞的，那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情绪在里边啊。所以画画呢，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控的，也不一定说那样就错吧。就是我自己个人感觉，因为我以前试过，我用深的地方空白的地方用墨去涂，这个感觉画面有点没有生机，太呆了，所以我后面就不这么弄了。我后面就是用这个淡叶子去填充，去增加一个层次感，那这个密集的地方就不会感觉那么沉闷啊。你们也可以试试。现在来画这个花心，花心用这个藤黄加太白加一点点水
搅的厚实一点，用一支小的勾线笔来画花心。我通常都是一个化妆品盒子里，把这个颜色提前调好放里面，每次用的时候直接打开盖儿就可以用了。画这个花心呢，我们先从中间这个开始啊，先画左右两边的，这样画的是相当于左括号右括号，颜色呢厚实一点，画出一个扇形来。这是左右两边的，再画后面的层次呢，要画的比较小一点啊，前面大一点。如果前面呢被遮挡了，我们后面可以多画一点，让这个花心画出来参差不齐就可以。每一组呢画成一个扇形。再画后面这一组，后面这一组呢一般就分那个4、5组啊，花头大分6组，花头小呢4组也可以，5组也可以吧。像这样偏的花头一般透视容易出错，所以最好是先画左右两边的啊。左右两边因为它的直径不会变，无非就是个圆变成椭的了。那这个花蕊在基础课程里我讲了，有内扣式的、外翻式的，也可以两种结合，有内扣有外翻，主要还是看花头的这个透视关系啊。那这个呢基本上就画好了。那下面这个皂粉呢，它层次比较多，那它的花蕊在哪里呢？通常就是在花瓣和花瓣之间这个缝隙里，因为它是有花心的，花瓣是连接在花心这个花座上，所以它那个花蕊啊，就是从缝里往外的露出来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就在缝里画一点点就可以。画的时候也不要太多哈，有聚有散，有前有后，后面基本上就点点，前面分个2、3笔、4、5笔一组，画一点点，意思意思就可以。主要呢，这个就是给这个花头呢增添色彩的啊，点睛之笔，其实也蛮重要的。如果这个花全部是包的比较紧实，有可能花蕊看不见。像这个是下面是盛开的，花蕊就能看见啊。这个呢画多画少也是要看情况啊，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。
祥如意，吉祥如意。OK。可以了，哎呀妈呀，终于结束了，刚刚来呀，哎呀，你们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呀！你怎么刚刚来呢？我们画了一整幅呀，我们还讲了绣球怎么样去画，还讲了绣球的画法，太可惜了。你稍等一会儿，给你截个图。这个就盖压脚章，盖在这个角落里。姓名章盖到上面去。不要盖歪了。完美。哎呀，好看吧？老师的画儿的好字儿也棒。我再拍一个照。